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扣马电竞。LPL 英雄联盟职业联赛在近期开赛，今年联赛整体的关注热度没有那么高，大家将主要的关注焦点放在了 BLG、TES 等高人气战队身上。TES 首战 BLG 是没能获胜，而在25号 ，LPL 知情人士爆出猛料，是和 Jackaloff 相关的事情。去年亚运会英雄联盟电子竞技项目是选拔了国家队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在去年的国家队选拔集训中，选出来的第一版本国家队阵容是有369和 Jackaloff 的，当时的这个阵容是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而在夏季赛的时候，因为不可抗力因素，国家队阵容进行了调整。369和 Jackaloff 发文，因为身体原因放弃国家队参赛名额。其实当时就已经有过相关爆料显示，LPL 有一些选手，包括俱乐部的管理层在私下玩牌，类似德州扑克这些，金额比较高，已构成聚众赌博。而且当时就有爆料人说，有很多选手都被抓去问话了。曾经有流传出过一些选手聚在一起打牌的图片，其中就有369和 Jackaloff、Uzi 也参与过，还有 JDG 经理万雷，这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况，369和 Jackaloff 就肯定不适合再代表国家队去打亚运会了。最终是选择以身体抱恙为由离开了国家队。而在昨天77号档案给出明确爆料 ，Jackaloff 去年蹲过局子，这个爆料引起了不小的争议。爆料一出，很快引发广泛热议。Jackaloff 粉丝数量众多，开始有大量粉丝去77号微博下面与其进行对线，想要其交出证据，不要空口白牙的在那造谣。然后77号档案这边回应，自己没有任何图片证据，因为根本就不可能有。然后就是说，这个事情是全行业内部人士都知道的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证据。而要想判断这个爆料是否为真，其实也很简单，就看后续的事件进展。因为这个爆料内容属于是非常严重的级别，个人认为确实是不需要什么证据。因为这个人站出来直接指名道姓的说 Jackaloff 被抓起来过，那么当事人得知消息出面辟谣即可，很简单的一个事情。如果说真的没有这回事，那77号就当场身败名裂。但如果说后续没有人站出来说明根本就没有这回事，那证明77号所言非虚。现在既可以确定的是，去年的这个事情确实闹得挺大，肯定有很多人接受调查。至于情节到底有多严重，这点就不得而知了。个人认为 LPL 赛区俱乐部管理整体水平始终不如 LCK 的一个原因就是 LPL 确实草台班子太多了。早在远古时期，其实孙亚龙就已经讲述过自己的故事，有钱的老板找5个高水平玩家组队来打游戏，因为喜欢。但选手来到战队之后，战队老板开始带着他们各种吃喝玩乐，其中占比比较多的就是打牌。俱乐部带着一起打牌，让选手们染上了不好的习惯。在那个年代，其实很多俱乐部都是这样，管理不够职业，所以说能在那个环境下坚持热爱追求梦想的选手是难能可贵的。去年369和 Jackaloff 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样， LPL 度过远古时期黑暗时代之后，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俱乐部带着选手一起打牌，结果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。本来 Jackaloff 和369可以通过入选国家队来提升自己的个人价值的，结果因为这个事情被迫退出国家队。最后还是希望 LPL 的俱乐部能引以为戒，之后不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。除了选手的个人品性让观众失望之外，最近的 LPL 春季赛也不尽人意。去年进入 S 赛的4支 LPL 代表队，本赛季都更换了首发选手。随着春季赛的揭幕，如今他们都已上场打过比赛。然而从比赛观感来说， LNG 的表现最不尽人意。面对 TT 这支季后赛边缘队伍， LNG 在赛季首战中未能拿下胜利。赛后5名选手心情低落，但 LNG 超话却已经炸开了花。作为当下 LPL 最大的粉丝群体之一， LNG 的粉丝开始了增锅大会。有人觉得是上路送完隐身，有人觉得是 Mark 配合的不好。不过没有节奏被抢大龙的打野微微受到的质疑更多。尽管赛季才刚刚开始，已经有人怀念起 Tarzan 在的时候了。要知道去年的春季赛 LNG 势如破竹，维持了大半个赛季的不败金身。Scout 和 Tarzan 的中野联动功不可没，但因为世界赛的表现不佳， Tarzan 直接被踢了。这个结果
却是很多人都未曾预料过的。本赛季 Tarzan 并未找到新的下家，但一直在通过韩服 rank 保持竞技状态。截止到今日 ，Tarzan 已经打到了韩服第1，证明着自己的实力。如果当时 LNG 只是新增一个打野进行轮换，后续还有回旋的余地。如今的情况，不论是对 LNG 战队还是 Tarzan 来说，都不想看到。新赛季考验才刚刚开始，倘若 LNG 无法及时调整，相信粉丝们会进一步展示自身的攻击性。除了比赛本身，英雄联盟 LPL 春季赛开赛以来，大伙讨论最多的问题就是直播热度下降的问题。有人说这是因为流量选手的离开，也有人认为是赛事本身观赏性不足。而无法被忽视的一点是，如今官方直播间的热度也无法保障了。WBG 与 RA、LNG 与 TT 的比赛，虎牙官方直播间的观赛人数和热度都不如二入直播间。需要注意，这里的二入直播间并非是所有二入解说的总和，而单单是姿态直播间和官方直播间的对比。当晚，姿态直播间的活跃用户为 3.5W， 然而官方直播间的在线人数峰值只有7106。前者具有 48.76% 占比的观众没有佩戴姿态的粉丝牌，这意味着相当一部分路人观众在观看比赛时选择了二入直播间。官方直播间因为天然受到多重限制，娱乐性方面具有欠缺，因此非常吃解说的个人能力。二入解说则不然，你能看到各种开团，即便是同一个解说，在官方直播间和二入也是不一样的。随着直播热度的下降，留下来的人口味只会更刁，因此更加关注二入就能理解了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觉得 LPL 如今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大家有什么想说的？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交流讨论，我会去挨个查看。感谢老爷收看，欢迎点击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